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城堡。睽违了应该有将近1年吧，之后我们终于要拍史特林引擎的下集了。那我们掌声欢迎到成大的陈教授。嗨，大家好。不认识他的，现在就马上去给我看上一集。就是呢，深耕于史特林引擎超过20年的教授，所以呢，上一集我们已经介绍史特林引擎运作原理了，然后还要给大家看小史特林引擎怎么运作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陈教授的 baby， 就要直接到他的实验室里面取得第一手的现场直击。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去咯 ，Let's go。这个大水箱是什么？这是冷却水箱，然后目前大概装200公升的。有注意到这里面有2颗东西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冷却水泵，因为它需要冷却水，然后从这里抽水打进去，引擎里面再流出来。哦 ，OK。那移动到机子本身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双缸史特林引擎。然后出来这个就是传动机构，然后它把引擎的动力用来带动，这个是风力发电机的发电机，就是一个交流发电机。OK， 所以等一下它就会动，对，然后就会有动能，这里就会变成电，是吗？这是产生电的。OK， 这一个是产生电，然后现在这里很热，然后它出来电呢，就经过控制呢，就是会冲到电瓶里面，你也可以同时把它的电直接用来驱动这所有的负载。电力负载包括我们今天要展示的是2台萤幕，然后20颗 LED 灯，一个工业风扇，跟一个小台的那个小风扇。就是等一下它启动的时候，全部都可以同时运作。可以同时运作。哇，那这样大概是多少瓦的电力啊？这样即使没有很多，大概不到200瓦。那这样子已经是史特林引擎目前能发出最大的电力吗？我们的引擎大概可以发300瓦，那多了就冲到电瓶里面去。所以它冲到电瓶里面就可以储存，变成一个电池。引擎即使不动的话，它也是可以就可以power这所有的东西。大家如果不清楚史特林引擎的原理，可以去看上一集哦。然后，这个上面就是曲柄轴跟传动机构。OK， 所以它等下这个会动起来，这也会动起来，然后就会发电，这就会亮。噔噔。要让史特林引擎动起来，首先要先点火，让它有热源。这里有个记录火炉温度的，这是冷却水缸，还有刚提到的传动机构。交流发电机会把动能变成电力，让后面的电器动起来。火炉前的铁板可以反射辐射，防止水缸变热。现在在侦测飞轮转动的速度。1分钟不能转超过600圈，不然引擎很容易坏掉。刚才我们有大放厥词，说可以 power 2个萤幕，然后存电力到2颗电池，然后让2个风扇启动，还能 power 20颗 LED 灯。现在就是让你们看，真的不是唬烂你们的。Oh my god！ 是不是都亮起来啦？电扇也在转了，这个灯也亮了。哇，这个 LED 灯也太亮了吧！这工业电扇也转起来了，全部都是这台引擎在发电哦。目前这个是所消耗的电力，这是目前的温度。大概450度会产生300瓦的电。冷气它不行，但是小冰箱是可以的。哦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史特林引擎的解说影片呢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们发动小冰箱的影片记录。现在可以让这么多电器发电，感觉已经很厉害了。但是陈教授目前有想要下一个达到的里程碑吗？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就是1000瓦的，可以发动冷气机啦。小型到中型冷气机吧，因为冷气机大概需要1000瓦左右。这个废热回收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如果可以
把这一部分推广，就会有蛮多的那个生意可以做了。OK，但是什么样的生意，你现在就不方便多透露是吗？竞争对手 don't get any ideas 啊。OK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感谢收看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